你有沒有遇過一種人，你請他吃飯，他嫌餐廳太遠，你借他錢，他嫌數字太少，你幫他解決問題，最後他到處說問題都是你造成的，有沒有？有時候人生最痛的不是失敗，而是被自己幫助過的人反咬一口。努力不可怕，被誤會才可怕；加班不可怕，功勞被搶才可怕；跌倒不可怕，被推下去才可怕。今天的詩篇109篇一開場就沒有再客氣，大衛直接衝出來說：我所讚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閉口不言。翻譯成現代話就是：主啊，客服專線快接電話，事情大條了，到底發生什麼事啊？然後呢，大衛接着說，有人用撒謊的嘴攻擊他，用詭詐的舌頭圍繞他。各位，這根本就是古代版網絡留言區。有些人根本不認識你卻能講得像跟你住了20年。你發一張照片，他說你炫耀；你分享見證，他說你表演；你沉默，他說你心虛；你解釋，他說你狡辯。人生有一種絕望，叫做你明明是原告，卻活得像被告。更慘的是什麼？大衛說，他們與我為敵，以報我愛。這句話超扎心，意思是我對你好，你對我壞；我幫助你，你攻擊我；我愛你，你討厭我。這種感覺像什麼啊？像你熬夜做報告救整個團隊，結果主管表揚時，別人站起來說，其實我也有參與。參與什麼？參與呼吸嗎？又或者你熱心服侍，忙東忙西，最後有人說他是不是想出風頭？當你遇到這種事，通常有2種反應：第一種爆炸，第二種更爆炸。有些人開始瘋狂解釋，一天解釋10遍，結果越描越黑。有些人開始報復，晚上躺床上想象對方倒霉100種畫面。然後呢，奇怪的地方來了，大衛沒有先找公關公司，也沒有先開記者會，他先跑去找神，因為他知道一件事，很多誤會不是靠解釋解除的，很多攻擊不是靠吵架停止的，有些戰場人打不贏，只能交給神。接着經文出現一大段非常強烈的咒告，很多人讀到這裡會嚇一跳，想說大衛今天是不是沒吃早餐啊？怎麼火氣那麼大？其實仔細看會發現，大衛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沒有自己動手報復，他把受傷、憤怒、委屈全部帶到神面前。這跟現代人很不一樣現代人受傷之後怎麼辦？先發限時動態，再發朋友圈，然後找10個朋友開檢討大會，最後事情沒解決，只是多了10個八卦傳播站。大衛沒有否認自己的憤怒，但他選擇把憤怒交給神，這是一種成熟。因為真正危險的不是生氣，而是把生氣變成報復。最可怕的傷害往往不是敵人造成的，而是受傷後的自己造成的。有些人被傷一次，結果用10年時間折磨自己，別人早就忘了，他還天天重播，像 Netflix 自動續播功能一樣停不下來。然後呢，經文後面給出一個線索，這些惡人有個共同特徵，他們不喜愛憐憫，看見軟弱的人就欺負，看見困苦的人就攻擊，這才是問題核心。原來真正讓人變得可怕的，不是能力太大，而是心裡沒有憐憫。今天社群媒體最容易發生什麼呢？看見有人失敗，立刻開酸；看見有人跌倒，馬上補刀；看見有人犯錯，恨不得全世界一起圍觀。
因為批評別人很容易，憐憫別人很困難。但大衛提醒我們，不要活成傷害你的人，不要因為被冷漠對待就失去愛人的能力，不要因為被背叛就放棄信任，不要因為被攻擊就變成攻擊別人的人，這才是真正的得勝。所以今天最大的問題不是為什麼有人傷害我，而是當我被傷害之後，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啊？敵人可以奪走名聲，可以制造誤會，甚至可以帶來痛苦，但它不能決定你的品格。那個決定權始終在你手上。金句：真正的得勝，不是讓傷害你的人付出代價，而是不讓他的惡意決定你的人生方向。